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90.21，收盘价是298.2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07.04，最低价是在29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站上了前高295。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32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35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并且呢，这个强度开始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反弹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强势上涨。我们来看看分时图。对，那么在强势上涨的过程当中呢，股价是一度突破了295前高，也突破了300关口。然后呢，上方是在307附近遇到了压力，之后呢，股价开始回落。那么在盘中呢，股价是在午盘之后呢，股价一直是在295附近，是在这个区域和300关口，在它们之间出现了震荡。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这个震荡区的中间，也就是收盘在300关口下方，在298附近。那收盘价在当日 K 线的中部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几个交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说明股价当日在盘中出现了强势上涨之后有多单获利出场和空头力量的进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股价被压回，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那在盘中我们刚刚从分时图也会关注到，股价一直是在300关口和前高295之间进行震荡，最后呢，收盘价还是被压回到300关口的下方。那说明当日在盘中在出现震荡走势的时候空方是略强于多方。好，当然同时我们刚刚也提到还有多单的获利出场。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走势呢，日后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股价呢通常将会出现回档。但是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那日后股价能够站上307，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股价呢将会有一波这个叫做新的一波上涨的，或者说有一波强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再来看当日 K 线的线型。这根 K 线呢它是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那通常如果这样的 K 线出在高位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同时呢也是直涨的信号 K 线，因此它的最高307和它的最低290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关键标志位。
那么这根 K 线啊，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面的重要标志位，也就是295这个位置。那之前股价是出现过若干次的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瓦解了之前所有的止涨的 K 线，对，但是呢，在出现大幅的上涨之后呢，又新生成了一根止涨的 K 线，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每日的这个 K 线信息是都会给后续留下不确定性。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根 K 线的位置。那么这根 K 线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它的收盘价瓦解了之前所有的止涨信号 K 线，同时呢，目前股价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提到过，从4月7日开始，上方已经有了头头高，下方也有了底底高，就是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已经被建立。那么在5月9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不但是出现了新高，同时呢，收盘价又站上了这个多头趋势的第2个高点，也就是说确认了这个再次确认了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同时呢，它也突破了我们之前定义的一个横盘区，就是295，下方是271。那么股价在这个区域内，我们会看到经过多个交易日的横盘之后这是一根首次突破的K 线。那也就是说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延续。那么日后呢，股价如果不跌破271，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将会继续持续，那么股价一定会有继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如果继续上涨，我们还会关注到一个信息，那么目前股价的收盘价这个位置是首次，也就是在建立多头趋势之后，首次站上了这个空头趋势的最后一个高点，也就是295。也就是说，这根 K 线瓦解了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也就是自2024年12月18日以来建立的这个空头趋势已经被瓦解，或者说叫做首次被瓦解。那么所以5月9日这根 K 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位。因此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突破了这个295之后在盘中一直是在295和300关口之间多空双方在争夺这个位置。空方当然要想要把这个收盘价压回到295的下方。即使你再次出现新高，只要收盘价在295下方呢，那么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仍然没有被瓦解。但是目前股价不但出现了新高，并且收盘价又站上了295这个空头趋势的最后一个高点，那也就是说股价目前首次瓦解了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位置来进行的解读。那么从这根 K 线的位置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呢，我们认为日后这根 K 线的这个最低290还有下方的20日均线值，那么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股价只要不跌破这2个位置，尤其是20日均线值不跌破它，那么回档再上涨，如果能够站上307，那么将会继续延续着这个多头的趋势继续上行。那么对于股价目前如果继续上行，上方我们认为股价会这一波涨幅会到达360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信息呢，我们曾经在之前股价在这个地方触底反弹的时候呢，有这么几次反弹，我们曾多次提到过，股价一旦瓦解了这一波空头趋势，然后建立多头向上，那么它的这一波涨幅将会到达360。那么目前呢，我们依然会这个延续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好，这是我们对 K 线的位置来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生成了这样一根 K 线，那么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因为在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这个上涨或者反弹突破之后，股价当日的 K 线呢留有长长的上影线，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在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多头可能会出现获利出场的现象。因此这个时候多头的力量又非常关键了，就是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继续跟进的话，那么股价一定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出现回档。那一旦出现回档，290将是一个强支撑。对，那只要这个位置能够支撑住股价，那我们认为股价也即使是回档呢，也会回踩5日，仍然留在5日均线之上方，为日后继续上涨呢做好准备。对，好，那么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来看，来进行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好，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2个预测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那么上行呢，我们给出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92附近，另外一个点位会收盘价在310附近。那如果出现下行呢，我们也给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73附近，另外一个点位是在267附近。而实际在5月9日收盘价是在298.26，那这个收盘价点位呢，正好是我们给出的292和310之间。那么这个收盘价的位置相对于我们给出的这2个位置不仅是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呢走势和我们预测的也完全不同，并且呢这个收盘价的性质不同。因为292是不突破前高的，也就是没有瓦解这个空头趋势。对，那么这个收在310呢，目前股价呢是收在300关口下方，所以呢不管目前收盘价和我们给出的哪个预测相比较，它的性质都是完全不同的。那至于我当日实际走势，我们仅仅是预测的方向相同。好，那股价现在目前出现了上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我们会看到站上了我们之前给的第一个目标，并且呢我们会看到出现了新高，盘中又突破了我们第2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目前的上行的目标。好，我们把这个目标先删除。那么对于5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现在我们要调整到307，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那么股价要站上这个位置，就是再次出现头高，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然后继续上行。所以目前307是第一个目标。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300关口是唯一的一个强压力。当然307本身也是一个强压力，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
相对于多头来讲，这是一个头。对，好，那么307如果能够被站上呢，第二个目标是367，这是我们之前的设定的第三个目标。好，那么再向上，目前的第三个目标是420。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三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的目标啊，我们也需要调整。那么目前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不但被建立，并且呢被再次确认，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认为是在前低这个位置，也就是271。我们调整这个水平线到271。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在到达271之前，目前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包括这个缺口将是支撑。其中啊，5日均线值是关键的标志位，也是强支撑。那么在5月12日5日均线值，它的范围呢将是从285一直到290这个位置。那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那么这个区域是强支撑。好，同时呢，271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20日均线值在5月12日的时候啊，也基本会到达这个位置。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71。对，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223，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水平线。好，那么这是多头趋势的第二个底。那么223如果被跌破呢，第三个目标就是214。好，那如果我们把图缩小，会看到214这个位置啊，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这是底。对，这是一个底。对，那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一个信息，股价这一波空头趋势碰巧是2次回踩了这个底，而这个底呢，又是前一次这个特斯拉股价这一波涨幅齐涨的这根 K 线，也就是10月23日这根 K 线之前在这个地方的这一波上涨的底。那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看到这个股价的走势啊是非常有趣的。对，好，那有很多的巧合。好，那么目前股价下行的这三个目标就是271、223和214，其中271和214这两个位置是关键的标志位。223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好，当然我们再补充说明，如果日后股价回档一旦下行跌破了214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对，那目前5月9日新生成这根 K 线，我们刚刚说了叫首次瓦解这个空头趋势，但是相对于这个大的空头趋势，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头低现在是这个头和这个头，这叫头低。所以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上行，要想再次瓦解这个空头趋势，就是要站上367。那么我们刚刚给出的这一波涨幅会到达360，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股价在到达越临近367的时候，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更强的一个压力。对，股价会出现再次回档，然后再上行。好，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推测。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
1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85，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在高位。那么在5月9日，我们会看到股价不仅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并且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啊，一直是在高位运行。那么到了5月12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300关口，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实际上在强调这根 K 线的最低290，实际上这两个位置啊都是次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么如果股价不是大幅的低开盘的话，那其实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300关口。那在次日，如果股价能够在300关口上方运行，股价将会有继续进一步的一个强势上涨。但是如果在300关口下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出现回档的走势。其中如果出现回档的话，290应该是一个强支撑。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对于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5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率 K 线。当然我们会看到它是上涨的 K 线，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后的反弹中。那么这根 K 线呢，我们会看到下影线略长，说明下方是有很强的支撑的，并且是在5均值这个位置得到了支撑，收盘价站上了前高，也就是站上了这根蜻蜓线。那也就是说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之前我们说的是这是一根叫做休息的 K 线。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大幅的上涨一旦生成一星二阳，那么将会出现一个强势上涨的 K 线组合的架构。那日后呢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但是呢很遗憾，在5月5日当周并没有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虽然是股价上涨站上前高但是呢成交量较之前是大幅的量缩，说明这样的一个上涨并没有多方力量的跟进，或者并没有更多的多方力量的跟进。所以说呢出现这样一个价涨量缩，并且这根 K 线也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的，我们要小心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会出现回档。那么我们认为日后只有股价站上它的最高，也就是307，那么股价才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上涨的走势，去站上20均值。20均值如果能够被站上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那进一步的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站上367这个位置。对，我们在日 K 线图解说的时候它是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那我们总结一下，相对于 K 线而言，价涨量缩，那日后股价这个如果不出现新高，那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好，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再来给出预测。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给出的预测。在5月5日当周，如果股价收在高位，会收在320附近；如果是收在低位呢，会收在245附近。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71，是前一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股价在交易周当中只要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在高位。
那我们会看到实际呢碰巧股价就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回踩到这个位置正好是5均值，那么股价呢又被拉抬到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对，并且也突破了周中是突破了300关口这个位置，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一个回顾。那么对于5月12日当周，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上行，会收盘在335这个位置。对，好，那么我们来调整一下这条水平线。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出现上行呢，很有可能会重新站上20均值。对，好，那么如果股价出现了下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价在255这个位置。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85，是前一个交易周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在周中只要在285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有继续上涨，或者说至少会出现横盘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是在285下方运行，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然后去跌破5均值，去测试10均值的。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0%的多头仓位。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分别是在4月7日收盘价233附近5%建仓，在4月9日收盘价273附近5%加仓，然后在28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4月25日是4月28日盘前，在这个285附近有5%的加仓，然后呢，最后一次加仓是在5月9日，是在5月8日盘后，5月9日盘前，那我们定立的是仍然是285这个位置是加仓。那么这20%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68附近。那么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守20均线值，或者说是守260。那么到了5月9日收盘价是在298.26，在这个位置，对于这样一个多头的仓位，我们是要继续5%加仓。那这样一来，我们的仓位将会达到25%，那成本价呢将会到达275附近。好，那么对于这个仓位，我们要给的止损位要由原来的260提升到271，也就是股价日后如果收盘价跌破了271，对于这个多头的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好，那么我们来说说加仓的理由。加仓的理由就是收盘价站上前高，形成突破，也就是295，然后呢成交量抱有大的成交量，这是我们多头加仓的条件。虽然当日这根 K 线是有长长的上影线，预示着日后股价会回档，但是呢，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我们刚刚提到过，只要股价不跌破290，会继续这样一个
强势上涨的走势。但是即使是跌破了290，那么下方只要不跌破271，那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将会继续延续。对，所以我们把止损位是设在271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00关口到307，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285到271之间。285是5月12日开盘之后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对，这是空头一定要突破的目标，285。再有一个就是271，跌破271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这个多头趋势。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300关口，第二个压力位是307，第三个压力位是330，在这个位置。那第四个压力位呢，我们取整数关口350，第五个压力位就是367。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我们取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295，这是一个支撑位。然后第二个支撑是从284到290之间，那么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区域，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强支撑。第三个支撑呢，我们取这个缺口上限，我们取280，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标志位。然后第四个支撑我们取268到271，其中271是前低，268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这个区域。那么第五个支撑呢，我们继续给出是260，我们守4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两个预测仍然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我们先来说上行，如果股价出现上行，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97，上方最高会到达319，收盘价会收在317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上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9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98，下方最低会到达28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87附近。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呢，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9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